大辉今天给大家讲一讲侘寂美学。近年来，侘寂在西方世界逐渐受到关注，许多书籍都在探讨这一主题。侘寂是一种日本哲学，崇尚无常、不完美和简朴之美。在一个常常追求完美的世界里，侘寂要求我们欣赏那些不完美和被时间磨砺的事物之美。在这段视频中，我们将探讨侘寂的起源、其核心原则，以及它如何激励我们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。请坐下来，放松，享受这一刻。什么是侘寂？侘寂可以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，比如茶壶上的裂缝、旧门上的木纹、石头上的青苔，甚至是迷雾的风景。侘寂哲学不仅适用于物体，也适用于人。其中的美被认为终将消逝，或者认为时间的流逝会赋予物品新的魅力。侘寂一词源于2个日本文字，自12世纪以来，寂这个字就对于古老的磨损物品的记忆沉思连系在一起。寂还意指古老而优雅，或者生锈，带有一种无法翻译的宁静感。直到15世纪，侘这个字才出现，它指的是一种新的概念美学，特别是在茶道中体现出来。侘影响到了茶道的进行方式以及茶具的使用。侘的本质可以追溯到孤独和悲伤，然而后来其意义变得更为积极，它演变为对远离城市喧嚣、追求宁静生活的欣赏。侘和寂2个字结合在一起，就形成了侘寂这个词。它有些难以翻译，对于日本人来说，侘寂更像是一种感觉，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概念，存在于日本古典美学中，比如插花、哲学、诗歌、茶道和禅饮花园。侘寂与现代消费文化相反，提倡一切在事物中追求简朴和真实。侘寂的概念一直是日本文化中的一部分，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禅僧千利休，他被认为正式确定了至今仍在日本实践的茶道。传说中，千利休想要学习茶道的古老规范，于是他拜访了一位公认的茶道大师觉内宗丸。他的师傅给他照顾花园的任务，在彻底清洁和整理花园之后，千利休摇了一下樱花树，使粉红色的樱花花瓣落在地面上。这种不完美为场景带来新的美感，激发了侘寂概念的诞生。侘寂的关键原则之一是无常。在侘寂哲学中，一切都在不断变化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，这包括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财物，甚至我们周围的自然世界。与其执着于那些终究会消失的事物，侘寂教导我们欣赏无常之美，并在当下找到快乐。接下来就是缺陷之美。侘寂庆祝不完美的美，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而带来的魅力。在西方世界，我们更倾向于重视新颖、闪亮和无瑕疵的事物，但在侘寂哲学中，那些磨损、破裂或者裂缝的物品被视为更加美丽，因为它们有历史和故事可以讲。然而是简朴，侘寂重视简朴和自然胜于复杂，这个可以在传统的日本建筑中看到。他偏爱简单、干净的线条，以及使用木材和石头等天然材料。如何运用侘寂？那么，我们如何将侘寂的原则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呢？这里有一些建议。第一，接受无常，与其担忧未来与后悔过去，不如专注当下，并在小事中找到快乐。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无常的，一切都是在不断变化。我们可以学会放下对事物的经历和依恋，转而专注于当下。这种哲学鼓励我们在生活中短暂的瞬间找到美，并欣赏那些经常被忽视的小事。它提醒我们要专注于当前，并充分投入到我们周围的世界，而不是被忧虑和后悔所困扰。通过专注当下，我们可以培养对拥有东西的更大感激之情。我们可以学会在生活中的小事中找到快乐，比如鸟儿鸣叫、读一本好书，甚至品味一杯茶。我们也可以学会欣赏生活中的人和我们拥有的关系，认识到他们也是无常的，需要在他们存在时珍惜。其次，欣赏不完美。
不要总是担心所有的事情都是完美无缺，接受那些让你独特的小缺陷和不完美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经常被告知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追求完美，我们被充斥着完美的美丽，比如完美的住所和令人惊叹的生活方式的感觉，这会导致我们在努力达到这些目标时产生自我怀疑，而侘寂则是认识到不完美是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，犯错和未达到目标是可以接受的。事实上，这些不完美可以成为宝贵的学习机会，帮助我们成长和发展个体。第三，简化生活，摆脱杂乱，专注于真正对你重要的事物。通过简化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可以减少压力，并找到更多时间与自己、他人和周围的世界建立联系。除了清理我们的物理空间，简化生活还包括了减少承诺，专注于真正对我们重要的事情。这可能意味着对我们不符合我们价值观或目标的活动或事件说不，并优先考虑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满足的活动。那今天关于侘寂这个话题，大会就暂时讲到这儿。感谢观看本视频。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本视频的想法或者未来主题的建议，请在下面留言。再次感谢观看，下次见。